这部颜色指数6颗星的邵氏恐怖片，由于尺度过大，删减了10多分钟才得以上映，最后结局反转更是出人预料。故事从世代经商的陈家开始，虽然家财万贯、呼风唤雨，但是人丁稀少。陈家为了后继有人，只能招了振宇做上门女婿。可这个赘婿吃喝嫖赌样样俱全，并且大言不惭，看上的就是陈家的钱。没多久，秀英的父母相继去世，而秀英也因为伤心过度患上了重疾，常年卧床不起。男人本性也逐渐暴露，虽然对秀英不满，但是看在世俗戒律和万贯家产的份上，不打算和秀英离婚。稍有不顺心，就拿侍女撒气。日子一长，侍女们都怕被打死，全都离开了陈家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才是秀英噩梦的开始。她感到很无助，于是托小贩给老家带了封信。这天，一个女人找上门来，自称是之前侍女福婶的女儿，为了报答陈家，想留下来服侍他们。秀英表示振宇脾气很暴躁，可齐华毫不在意，表示自己会好好服侍。可男人却不知为何看齐华横竖不顺眼，这天更是对秀英拳脚相加。齐华上前阻止，和他顶撞了2句，没想到连同他一起打，甚至欺负了齐华。这段有点卡，直接跳过。第二晚，振宇再次喝得醉醺醺，回到家里，借着酒劲想要强行赶走齐华，但齐华死命反抗。两人打斗中，男人手里的镯子不慎掉入了水缸，振宇连忙挽起袖子去捡。齐华看准机会抱起男人的双腿，顺势将他塞进了水缸，但是胳膊哪里拧得过大腿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。这时秀英上前一把摁住，直到男人不再挣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两人也是吓得惊恐万分，为了掩盖事实，二人用棉被将男人裹起来扔进了池塘，直到沉入水底才离开。第二天，秀英被噩梦惊醒，放心不下，决定前去池塘查看。好在男人没有浮出水面，可是到了傍晚，泡了2天的男人突然从水里钻了出来，回到家里找秀英报仇。男人一路追，秀英就一路逃跑。就在秀英要被掐死的时候，齐华闻声赶来，叫醒了秀英。原来这是一场梦，这更是加重了她的病情。第二天早上，秀英偷偷去河边给振宇上香，可池塘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村民，原来是有人闻到了池塘里死尸的臭味，要抽干水检查，这可将两人吓坏了。来到池塘边，注视着大家的一举一动。幸好众人只在池底发现了一头死猪，可两人明明将振宇扔进了池塘，他到底去了哪里？到了晚上，屋外好像有动静，秀英刚睁开眼，振宇突然出现在了头顶，秀英就这样被活活吓死。陈家人都非常悲伤，前来参加秀英的葬礼。诡异的是，振宇却出现在了葬礼上。原来齐华和振宇本是一伙，他们贪图陈家的钱财，于是二人串通起来，假扮鬼怪害死了秀英。可在秀英头七的那天，她的牌位却突然掉在了地上。头七那天啊，要是雷位掉在地上，就是冤魂不散。我干了20多年了，什么都见过了，哪有鬼啊？此刻齐华二人正享受着陈家财物，突然听到秀英的房间里好像有人，推开门，原来是老鼠在偷吃贡品。齐华表示这些家具看着就瘆人，第二天便找来工人准备烧掉。就在这时，已经离世的秀英突然出现，表示自己才是主人。工人不信，找来振宇辨认，但进房间后，秀英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工人觉得见到了鬼，吓得尿了一裤子。工人拿了钱刚准备离开，秀英再次出现，质问他为什么乱动自己家具。可他以为女人只是在假扮鬼怪，可当他看向镜子时，却只看到自己的身影，瞬间吓得直哆嗦。转眼一看，眼前的秀英突然变成了森森白骨。工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撒腿就跑，却被白骨追上，瞬间毙了命。第二天晚上，齐华看见了秀英的房间里有动静，过去之后发现没人，转身突然看见面色煞白的秀英。他吓得魂飞魄散，想要逃跑，可秀英仿佛无处不在，紧紧跟随着他。他赶忙叫来振宇，但振宇检查后没有发现异常，以为只是齐华心魔作怪，所以并未放在心上。可他不知道，秀英鬼魂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，齐华再次在湖边看见秀英，他感觉愈发不对劲，便一路跟踪。眼看着秀英回到了家里，他胆战心惊地四处寻找，秀英却突然出现在走廊上。齐华吓得赶忙叫来振宇，却发现他晕倒在地上，急忙将他摇醒过来。振宇表示不知被谁推下了楼梯，二人去房间查看，并没有什么异状。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，齐华突然脸色大变，他看见振宇的身后突然出现了秀英。秀英拿起菜刀想把振宇给劈成2半，但被他躲过一劫，立马追了出去。但是秀英已经没了踪影，惊魂未定的振宇以为他没死，便和齐华来到停尸房，撬开秀英的棺材查看，结果发现秀英静静地躺在里面，
接着用手杖捅了几下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齐华吓得跪在秀英的灵位前连连认错，走投无路的振宇只能请来道士做法。道士表示法事结束后，秀英就不会再来找他，也许道士法力尚浅。当晚齐华在睡梦中，身旁再次出现了秀英的声音，并想要掐死他。幸好振宇赶来解围，随后二人再次前去查看棺材。这时他们发现棺材里面的秀英已经不翼而飞。振宇以为秀英用了和他一样的伎俩，甚至磨好菜刀放在枕边防身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一阵乱砍。第二天，小贩前来给秀英送东西，齐华告诉他，秀英已经过世很久了，但在交谈中无意看见了齐华手上的镯子，明白了他们害死秀英的真相。为了不被暴露，振宇不得不杀人灭口，将其打伤。就在将他埋葬时，小贩突然醒来，拼命逃到了陈家院子。振宇扛着菜刀一路追赶，捅伤了藏在房顶的小贩，将他扔了下来，当场去世。第二天，振宇请来和尚为秀英做法事，和尚无意中发现了阿才的假牙，但他被振宇拿刀威胁，因此也不敢言语。但他准备超度时，秀英再次出现，被吓懵的和尚这才发现正是照片中的女人，连忙进厨房查看，揭开锅里面赫然出现秀英的人头。和尚撒腿就跑，却被秀英一把抓住，急忙拿起刀砍断了他的手。可随后那只断手竟然自己动了起来，并且掐住他的脖子，吓得和尚赶忙跑路。当天晚上，振宇刚准备躺下，揭开被子却看见秀英出现在床上，便拿起刀一阵乱砍，最后才发现只是个假人。此时真的秀英突然跳了出来，死死掐住他的脖子。振宇防备不及，被他从楼上推了出去，吊在假山上当场毙命。可这场复仇却远没有结束，无助的齐华只能找来巫婆与秀英对抗。巫婆表示包在他身上，随后做法升坛，将秀英的魂魄唤了出来，质问他为什么死了还要作恶。他表示自己要报仇，可巫婆却不管是非对错，随后施展法力，让秀英来了一段深情辣舞，两人一阵斗法。此处画面太美，直接跳过。巫婆最后将一盆黑狗血倒在秀英的身上，表示这会让她的灵魂不得超生。随后又在齐华的身上画满了经文，并告诉他，如果秀英再来找他，一直念旧苦经就不会有事。傍晚，秀英再次出现，齐华见状心生恐惧，赶忙念起了经文，希望能逃过一劫。但秀英仿佛根本不害怕，径直走到齐华的身后，死死抓住他的耳朵，任凭齐华如何念咒都不管用。随后，秀英一把将他的耳朵扯了下来，手刃仇人为自己报了仇。这对图财害命的男女终于遭了报应。然而，这一切真的是秀英鬼魂作祟吗？事实上，她只是秀英的双胞胎姐姐秀梅。秀英托小贩带信告诉姐姐，自己的生活过得很不如意，觉得丈夫可能会对自己狠下毒手。在收到妹妹的信后，秀梅便立刻从厦门赶了过来。可惜路途遥远，等秀梅赶到陈家，恰巧亲眼目睹到妹妹被杀的经过。她无法原谅振宇和齐华，但凭自己的力量又很难复仇，于是她便装作秀英的冤魂，装神弄鬼，杀掉了这对谋财害命的狗男女，为自己的妹妹报仇。而对于外人来说，案件扑朔迷离，陈家大屋从此搁置，留给后世的只有猛鬼出没的传说。至于鬼怪，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财富的贪欲。